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生活新补帖频道新小编，会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、心灵成长相关的影片，请多多指教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谢谢你。男性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平均寿命比女性短4年。尽管基因在寿命方面发挥了作用，但社会某些因素也助长了这样的趋势。男性更有可能做些不健康的行为，例如吸烟和过度饮酒以及长时间工作。他们还容易忽视健康，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延误寻求医疗帮助。根据男性健康慈善机构 Movember 的首席执行官米歇尔·特里的说法，男性可以通过及时处理健康问题，并利用健康筛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寿命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因为影响寿命的因素是复杂和多样的。然而，一些可能增加男性寿命的常见方法包括：一家族病史、心脏疾病、癌症、中风和忧郁症等重大疾病可能在家族中存在。米歇尔说，如果可能的话，首先要与家人谈谈您家族的病史。确定您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叔叔或阿姨是否患有严重遗传的疾病，特别是过早去世，并将这些讯息分享给您的医生。2、多运动。运动不仅能提高心情，还有多种健康益处，包括降低心脏病、中风、肠癌、第2型糖尿病和失智症的风险。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运动，例如快走、骑自行车或慢跑，可以降低血压。运动还有助于增强心脏，使其更有效地泵血。您可以通过在搭公车时提前1-2站下车，骑自行车代替开车，或通过视讯或通讯软体约朋友一起运动，将更多运动融入您的日常生活中。3、了解健康指标。了解您的主要健康指标，对于保持良好健康至关重要。这些数字包括您的血压、胆固醇标准和腰围大小。不幸的是，许多成年人并不定期检查这些数字。高血压疑似0/85 mmHg 或更高，高胆固醇超过 5.0 毫摩尔每升，或腰围测量超过94厘米/37英寸，可能会增加罹患心脏病、糖尿病或中风的风险。透过了解您的健康数字，您可以设定目标，并采取行动改善您的健康。4、减少压力。过度的压力可能会对您的免疫系统产生负面影响，增加罹患各种健康问题的风险。研究发现，以压抑方式对待压力的男性，更有可能在55岁之前患心脏病和心脏病发作。金钱忧虑、工作相关问题、人际关系问题、疾病和失去亲人是压力的最常见原因。要管理压力，建议有充足的休息时间、规律运动，并参加您喜欢的嗜好或活动至关重要。这些活动可以帮助缓解压力，促进健康。5、坐下来饮酒。过度饮酒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，包括心脏问题、肝脏疾病、忧郁症、癌症和消化问题。近1/3的男性每周饮用的酒精单位超过了建议的14个单位。在防疫期间，29%的男性增加饮酒量。专家建议在饮用酒精饮品时尽量坐下来，因为坐着喝酒比站着喝得慢。通过坐下来，您可以减缓饮酒速度并品尝您的饮品。如果您担心自己的酒精摄入量过多，请咨询您的医生。6、防晒。防晒对于减少皮肤癌的风险非常重要，而这种疾病影响男性的比例比女性更高。英国癌症慈善机构 Macmillan 的研究发现，18% 的男性从不涂防晒霜，而女性的比例仅为6%。为了降低风险，务必在户外工作时戴帽子、穿长袖衬衫、
戴太阳眼镜和涂抹防晒霜。定期检查您的皮肤，特别是任何的痣，因为约一半的黑色素瘤会开始于先前正常的皮肤变化，如一个颜色较深的区域，或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痣。此外，有些黑色素瘤会出现在现有的痣，而它的外观出现变化。如果您观察到任何变化，请咨询您的家庭医生寻求建议。7、了解您的摄护腺风险。摄护腺癌是加拿大男性最常被诊断出来的癌症，9个加拿大男性中有1个会在他们的一生中患上摄护腺癌。早期发现是成功治疗的关键，但由于病情发展到晚期时通常没有症状，因此很难发现。米歇尔解释道，您患上摄护腺癌的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，但是家族中有摄护腺癌病史的人，患病的几率是普通人的 2.5 倍。米歇尔说，如果您年龄在50岁，您应该与医生讨论您的摄护腺风险，以及是否需要进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血液测试。如果您的家族中有该疾病的病史，您需要在45岁时开始多注意。8、优先花时间与能提升心情的人在一起。有时我们会感到情绪低落，但通常这些感觉会过去。然而，当它们开始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时，这可能表示有些事情出了问题。与朋友共度时光对心理健康有好处，并且有必要定期抽出时间聚会。在防疫期间，与朋友见面变得有些困难，尤其是男性通常依赖观看或参加体育比赛，去健身房或酒馆来建立联系。米歇尔解释道，在限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，您可能需要想出联络的方法，这蛮重要的。如果无法亲自见面，可以通过电话交谈或发送简讯维持联系。9、多交谈。和保护身体健康一样，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。一种方式是向您信任的人倾诉自己的感受和任何问题，这可以帮助您保持心理健康，而这不是软弱或需要别人的表现。研究表示，当男人从事一些活动，例如修理汽车、观看足球比赛或玩电子游戏时，他们更容易打开心扉，谈论他们的感受。这可以帮助他们感觉更舒适，谈论敏感的话题时不感到别扭。如果您感到压力、焦虑或情绪低落，和别人交谈会很有帮助。它可以提供对您的情况新的观点，帮助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如果您的心理健康有问题，不要害怕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。请记住，关心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。10、睾丸癌定期自我检查。睾丸癌是年轻男性中最罕见的癌症。虽然它是罕见的，但如果早期发现和治疗，存活率很高，但20个病例中就有1个是致命的。定期进行自我检查是检查睾丸癌的几种方法之一。您应该每个月或有时在淋浴时做自我检查。温水有助于放松阴囊，会使检查更加容易。米歇尔建议每个月只需要几秒钟，就可以知道对您来说什么是正常的。如果有什么变化或感觉不对劲，请咨询医生。总之，男女寿命差距可以归因于生物和社会因素。男性的不健康行为，如吸烟、饮酒过量、忽略健康和不愿寻求医疗帮助，是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。及时处理健康问题，利用健康筛检机会，可以提高男性长寿的机会。男性可以通过了解家族病史、保持运动、了解自己的健康数据、减轻压力、坐着饮酒、防晒、了解摄护腺风险，以及与乐观的人相处，潜在的延长寿命。
这些策略可以大大改善男性的健康状况，减少男女寿命差距。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谢谢你。